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山西晋中，在我身后的山顶上面有一座山寨，也有人称之为空中监狱。这一座山寨啊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，它不光规模庞大，而且呢，建筑就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地主大院或者是古堡差不多，非常规整啊。那能够建造这样的山寨，主人的身份肯定不一般，确实没错啊，他是山西的首富修建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准备上去看一看。这个山西首富为什么在这样的偏僻的大山里面修建这样一座山寨？山寨就在这个顶部啊，我们在这一块都能看到那个城墙的遗迹，就相当于是城墙啊。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善章寨址这一块地方呢，也称之为是青龙寨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寻找路上去。我们应该是从这边绕上去。我感觉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开发呀？因为经过修整过，这里呢还修了一条道路出来。这个是在晋中旁边的太行山里面，海拔大概1300多米，也算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了。看这个路的情况，应该是近些年修建的，确实可能是准备开发打到这里。你像这边还有台阶上去，这明显就是为了开发而准备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开发了一半。我们就不从台阶上去，从旁边绕一下，因为走这个平缓的路稍微好走一点。上来了，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木门，这肯定是后期放在这里的。往前走，过来就能够大体看到这个山寨的样貌了，完全是在这个山顶，而且可以看到有好几层，在旁边呢就是悬崖，而且可以看到从顶部到下面可能有好几百米的距离啊。外表看起来这个寨子都应该非常大，因为它有很高的那种院墙，我们称之为是寨子，那其实完全也可以称之为是财主大院。本身呢，这个就是当时山西的一个大财主修建的，他的主人姓曹，就是当时的山西首富曹家修建的。在山脚下晋中太谷那一边还有这个曹家的大院在那里。在晋中这一块啊，保留了很多那个晋商大院、财主大院。你像乔家大院，还有平遥古城里面也有很多大院。这主要是由于晋中这一块在以前可以说是晋商的集中地，大部分的晋商啊都是在晋中这一块。最熟悉的大家可能就觉得是乔家大院呢，那是在祁县，离这里呢不是很远呢，开车大概1个小时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一座山呢也是石山、太行山，都是这样的。哦，这里看到一些沙子和小石子，确实是这里经过修缮，估计应该是刚才说的打造一下，后面可能又停掉了。这边还有很多砖块，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，很多修缮过的痕迹啊，很多木头，看起来弄不好有10来年的时间了。这一块还有铁丝网，就证明以前应该是把这一块围起来了。到处都是大山，这里面是崇山峻岭啊，道路在下面绕来绕去，这山里面的道路很多弯的。这山里面确实是非常凉快，起码比城里面低了5度，怪不得当时这些财主会在山里面修建这样的山寨。我现在呢已经到了山寨的旁边了，身后就是寨墙，那一块是经过修缮的，这边是原版的，仔细看看，非常精美呀！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精美的寨墙。你看这个石头非常工整，大小基本上差不多，全是经过人工打磨的。上面那一些应该是后面经过修缮的，但是原本应该也是有的。花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修建这个，因为如果是一般人建造这个山寨，他用的石头肯定不会这么规整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过的，这一边的石头就比较大了，就是越下面的可能是大一点，因为要承重嘛。这个寨墙是依据山体来建造的，在这一块看到很多腐烂的木头，
不知道是近些年准备修缮弄的木头，还是以前里面那些横梁用的木头。等一下我们去里面看一下。大门就在前方一点，那通过这一块跟旁边的那个墙壁，可以得出这里呢应该是后期加盖的一个平台。看这些石头啊，杂乱无章，就证明这里呢应该就是近些年修缮这里增加的平台，以前是没有的。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山寨它是用来防御的，它不可能直接修一个平台直通寨门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，当时这一块呢可能最多就是有个梯子要进去的，通过梯子上去。如果说人全部进去了，就把梯子拿掉，可能是这样的。这就是寨子的大门了。铁门肯定是后面弄的，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千上章，刚才我们在下面也看到了。进去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山寨的总体布局。单单从外表看的话，规模还是非常大的。可以看到分为上下2层，上面有很多房屋，有完整的，也有一些倒塌的、损毁的。看到的基本是由石头组成。这么大规模的山寨还是比较少见的，是当时的山西首富修建的。为什么山西首富要来这样太行山里面修建这样的山寨呢？这一块比较偏僻，道路又不是那么发达，这主要是有几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为了避暑用，因为在夏天嘛，晋中那一块肯定也会有所炎热。那作为这个财力雄厚的人，他肯定热的时候想找一个地方避暑嘛，刚好这一块呢比较合适，选择在这样地方建造山寨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是由于所处的环境有关。因为这一座山寨是大概1853年那个时候修建的，在那个时期，清政府呢比较腐败嘛，爆发了一个太平天国运动，到处都是这种运动。那在山西同样也有，特别是山西临汾那个地方呢，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。当时那些晋商大的财主非常害怕，特别是实力雄厚的，比方说修建这个山寨的曹家，他们当时是山西的首富。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曹家大院三多堂就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家的财宝是数不胜数啊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一座大院呢，我们也介绍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，它里面宝贝很多，特别是慈禧西逃的时候还送了一个火车头给他们家。言归正传，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山寨。当时呢环境不太好，不光是有这个运动，这种局势不稳定，就有很多土匪横行。那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呢，这个曹家就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，在这个山里面修建这样的山寨。它选址也是非常关键的，是在一个山顶上面，可以说是周边都是悬崖，并且呢这个悬崖有好几百米高，于是呢就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在这里修建。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这一座山寨呢，它总共是花费了大概70万两白银修建，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。建好之后，他们就把这个山寨命名为千上章。这个山寨我还没有上去，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非常精美，跟我们平时看的财主大院差不多。从而说这个山寨我还没上去就可以得出，这是我看过现在最精美的一座山寨。这一块的风非常大，很凉爽同时呢，站在这一块，外面的视线是很好的，观景也是不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寨子里面了。从这里进去就来到了寨子里面了。这一块是有2个拱券门洞的，这边应该是经过修缮的。我猜想它以前是不是有2道门呢？如果说有敌人来攻打这个山寨，就把这个门一关闭，同时呢通道里面堆满石头，那应该就很难打开了。这个木门不是原版的，后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。过了这个寨门，并不是马上就进入到山寨，而是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瓮城的地方。你看，我们往前走，到了这边上去才进入到山寨。我们换个角度讲，你看这里是不是
就有点像是瓮城这一类的。这是建筑的一种形式。这里有个大的窑洞，我觉得应该是当时的守卫人员、值班人员在这里居住。就休息的人在这一块休息，然后在这个顶部呢是有人值班站岗的。现在这里有点倒塌了，这个也是窑洞形式的，整个这个山寨的房屋都是窑洞的。这里面是2个，现在里面是杂物比较多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就去里面看一下。看这个情况，这个山寨应该也是分为上寨和下寨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应该属于下寨，而通过这边上去呢是上寨。这就是在这个山寨居住的人身份不一致的区别。上面呢肯定就是核心人员居住，那下面呢可能就是管家或者是地位稍微低一点的人在这里居住了。在将近170年前建造了这么漂亮的，你像现在要建造这么漂亮的也是要花费很多的。在当时这个边上一直是有人值守的，像这些垛口是近些年重新修复了一下，以前可能有啊。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瓮城。这一边呢是刚才那个窑洞，下面是石头，那上面大概铺了将近80公分的泥土啊。这就是窑洞冬暖夏凉的原因。我们先在下院这边看一下，然后再上去。这些我就不知道是原本就在里面的，还是说后期想要在这个屋顶加盖一些弄的。边上这一块已经倒塌了，看这个寨墙的话，差不多有1米厚啊，全是石头。它里面的石头不规整，外面的话就弄得比较规整，都是人工打磨过的。这些都是原本留下来的。那一块是经过修缮的，后面是原版的，都看得出来。这些石头弄的是真的规整啊。进来之后，算是一个通道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1进院落。再往里面，就算是2进院落了。这一块应该是重新修缮过的，这边是窗户，这一块是门。那进来之后，应该是一个房间。看这些木头，以前是准备搭在这个上面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一块，这个房间那一块，这边全是修缮过的，因为有水泥嘛。它可能是把这些木头放了上去，打造成一个房屋，就没弄成窑洞形式的。因为如果弄成窑洞，工程量更大一点。这一块是独立的，没有其他路过去，我们下去吧。都倒塌的比较严重了。通过这边上去，刚才来看到一个石磨的构件，那么确实这下面这一块以前是相对来说地位低一点、下人生活的地方，厨房可能也是在这一边。在这里看到好多大的构件，你像这个是一个大的抱骨石一样的，这边是基座。小的，那么我猜想，这里以前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，那里也有，而且这2个房间是有点台阶的，这边也有一个大的构件，但是现在看不出来这里是做什么用的，反正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，这里也有。旁边也有，那么我猜想这一块以前不光是石头搭建起来的房屋，很有可能啊，上面也全是木头。难道是他们家族这个祭祖的地方吗？或者是堂屋一样的吗？搞不懂啊。这石头这里还有些雕刻，这应该是一块碑一样的形式吧。我们往上走看看。
上来之后也是悬崖，这是太行山里面。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下院这一块大部分呢都是经过修缮的，原本的应该是被破坏的比较严重。这个区域是与众不同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他们设在这里用来祭祀的一个地方，后面我又重新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一块是一个龙王庙。在这里当时呢还出土了一些重修龙王庙的碑记，碑上记载了这一座山寨在曹家前来修建之前，这里呢就已经存在一座龙王庙，有人居住，是他们曹家的人先是买下来了，然后再修建这个山寨。购买的日期是1853年，之后就开始修建，到1858年完工。在龙王庙的后面是一个小房间，这里呢也看得出来是经过修缮的。前方那边就是上院，紧挨着，靠一道墙隔开了。我们就不从这里过去，不好走，得绕回去，从下面那个大门再进去。从那边出来了，在这个边上也有好几个窑洞，这些应该都是原版的，可能外面经过修缮，内部是原版的，看得出来。这是一个独立的，这边几个是相互连接的。这个门肯定是近些年开发时候搞的，现在里面没有什么了，不进去看了。现在去上院看一下，这个寨墙也是根据山体逐渐增高的，这个地面都铺了很多石头，这个石头是当时修建的时候铺成了一条道路啊。这边就是第二道寨门了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可能是被损毁了，简单的修复了一下。以前肯定也是有那个拱券的门洞的，跟下面一样，也看地面就看得出来。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这一块还有门栓洞，差不多10公分厚啊。等于是这道门就把这个山寨分为2部分。这上院规模就大多了，全是窑洞式的布局房屋。这进来之后，感觉啊，这一块以前应该也是有一个门的。那这边可能就是守卫人员居住的，上层守卫人员过来之后，这个门进去，算是家族里面核心人员居住的。先看看下面窑洞这些，这当时还准备装修呢，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主要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它这几个窑洞是原本留下来的，还是后期搞好的？可能啊，当时是残存的，后面经过修缮把它弄好的。旁边这个墙壁也是后面重新修缮过的，看得出来，这一边有这个山寨保存下来的原本建筑，还有那种风格。你像看这一块，以前原本是有一道院墙的，就墙壁挡住了。过来之后，这里应该是有一道门，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小空间，可以看到有柱础，就证明啊，应该是有阁楼形式的建筑。那这一块呢，很有可能就是移门。这个我们看过很多建筑都是在这里看得比较清楚啊。石头院墙过去，然后才从这边进去。进来之后呢，算是一个我们见到的传统晋商大院。前方呢肯定是主房，两边是厢房。这个跟山脚下面看到的晋商大院是差不多，只不过呢这里的建筑形式、建筑材料不一样。这边呢是窑洞式的建筑，还有呢是石头打造的，而在山下面呢是砖结构的占多数。这两边呢是经过修缮的，原本的保留下来的是前方这一块，在这里就看得
比较清楚了。上面有很多泥土，以前呢是有点破损，后面是修复了。在这里呢，还看到搭了很多架子，就是正在修复的过程。旁边呢是已经修复好的，这梯子还能走上去，我们看一看。这就是窑洞内部的布局。这个石头明显是一开始就有的。他们先把这个框架搭好，就先把这样的全部弄好，然后在上面覆盖石头和泥土，这样窑洞就形成了。这边就看得清楚一些。原本应该是破坏的比较严重，这边是正在修复。我的感觉啊，这个窑洞在上个世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住过人，因为下面有黑色的。来看看这些修复过的窑洞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地面还铺了很多砖，我猜想以前地面全是砖的。在这边还能看到一些石头构件，你像这个是原本就是这个大院里面以前留下来的，那这些石头呢就是后期弄的，不知道从哪里弄过来的。那这个地板的砖是这种啊，这还不是普通的砖，这种明显比那种我们看的青砖成本更大的。地上有一些已经破损了，这些建好的还不能称之为窑洞啊。我们一路上来看到很多木头，那么可能当时他们修建的时候、修复的时候是采用这种形式的，因为这种木头比旁边弄成窑洞可能成本低一点。就他把四周搭建起来了，上面放木头，弄起来就行了。而旁边那些窑洞式的房屋呢，肯定需要更大的成本嘛，我猜想可能是这样。就两边的厢房都是这种形式的。我猜想这一块是不是他们家里最核心的人员居住的？那里面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地主老爷居住的地方。这里有很多涂抹过的痕迹，而且很多黑色的。我在想，在上个世纪应该有人居住吧，因为要不然不会这么黑，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时候的。很多里面还被挖了，应该是有人来寻宝过。又是到此一游，很多人写了到此一游。2016年、2022年、2025年、2023年，这个地方，这里面涂抹的全是黑色的，不知道是熏黑的还是原本就是这个颜色。反正看这个涂抹痕迹，应该不是修复时期弄的，是在修复之前就已经涂抹上去的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大概2018年的时候，有人看到这里在修缮。那么大概修缮这个山寨应该是2016到2018那个时候吧，后面就荒废了。这里很多都没有完工，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主房上面没有完成，左右两边的厢房只是弄了木头，其实也没有完工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再看看这个窑洞的顶部，也全部是石头，这种窑洞算是非常坚固的。这里面可能就是当时的财主居住的了。一般这种正房是他们家族的长辈或者族长居住的。看这个墙壁的涂抹，应该是有一段时间，从而我一直觉得在几十年前这里应该还有人居住。现在我们出去了，去旁边看一下。在旁边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假山。在山寨里面弄假山弄花园，就证明他这个家族啊还挺会享受的，因为他来这里避暑肯定是来这里生活嘛，他就想把这一块弄得好好的。山在上面，花园就在这里，水池养点东西。可能很多人会想，这个水怎么解决呢？有这样一句话，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？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。当然现在是没有，以前肯定是有的。
他既然选择这个地方来建造，那肯定是有水源的，要不然他们一家怎么生活呢？这里都是正在修复的过程中废弃了，应该说修复到一半吧。我猜想当时在修复的时候，是不是想搞一个民宿一类的？看这个地面，这全是石头弄过去的，就证明这里也是有院墙。然后这一块跟我们刚才在旁边看到的是一样，也是一个院子，门在这里，痕迹都能看得出来。那这两边的房屋跟刚才隔壁看到的是一模一样，这里明显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挂衣架，还有这种袋子，还有电视机的壳，就证明以前是有人在这里生活的。还有行李箱，还有奶粉罐，这我感觉在几十年前还有人在这里生活嘛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修缮山寨的工人在这一块居住。为什么这个山寨这么多修复的痕迹？正常来讲，石头山寨保存的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完整，这主要是由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，日本人侵占了晋中，那么那些财主晋商就逃难躲避去了，特别是那个首富曹家呀，他们家里的财产非常多，不过呢，一夜之间他们可能从家里的暗道出去了，家里的财产呢，日本人当时运了7天7夜都没有运完。他们家住那个大院，之前我们也去看过了。那有一种说法是，他们从那个大院逃出去之后，就来到了这个大山里面的这一座山寨，当时就在这里生活。不光是这个曹家，其他的一些大地主呢也来到山里。那这个地方可能说还居住了其他家族的人。后面日本人得知消息啊，他就知道这里肯定会有很多财宝，于是就来攻打。好像总共是攻打了3次，在1940年的时候把这座山寨攻破了。那么可能这就是这座山寨很多东西房屋损毁的原因。这个山寨很多房屋都是被日本人破坏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座山寨就慢慢的废弃了。据说后面呢还有土匪短暂的盘踞在这个山寨一段时间。那我们看到的修复过的痕迹，应该是准备开发，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停止了，那么又荒废了。在这边还有，那边的工具都还没有撤掉呢。这边是第3个院子，大门在这里，这是修复后的那个院墙，我猜想以前可能也就差不多。这边当时应该也是有一个院落，在这一块呀，是不是院落很好区分的，看地下的石头，大门所在地，然后两边的厢房、主屋。我看了一下，在这个寨子的上院，单单这种院落大概就有4个，一个院落是9间房，这样算起来，这边的房屋特别多。回到了路口这里，我们去顶部看一下，这个台阶以前就有的，旁边这些是经过修缮的，有水泥。上面就是一个典型的窑洞的屋顶了，这个窑洞已经坍塌了。我们又来到这边，可以看远处那个院落，它在这后期修缮的时候啊，把这些全部连接起来了。我在这个上面又仔细算了一下，这个山寨上院跟下院总共房屋加起来，弄不好真的有80个到100个房间。规模这样大的山寨确实是非常少见的。这边全是垛口，防御用的，这等于是把山寨围起来了。看一下这边外面的情况，哇，全是大山。我是从这一块绕进来的，远处就是晋中盆地。在这个山里面，不止这一座山寨，在当时
曹家修建这个山寨的时候，其他的财主也在这个山里面修建了一些山寨。你像我们对面也是一座，好像现在正在开发，正在修缮。离这个山寨呢，直线距离大概就1公里，看起来规模也是比较大的。这个山寨在上个世纪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特别是30年代末、40年代初，很多山西大财主都是躲到这个山里面来了。那这个山寨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尽管说现在是有点破败，我们可以说是断壁残垣，希望以后能够把这里修复开发一下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